先讲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故事。前阵子在板桥的一个老社区，有位72岁的张伯伯，平时身体硬朗，每天还会去公园打太极，家人都觉得他是社区里最健康的长辈。可是去年冬天，张伯伯突然开始记性变差，常常出门忘了关瓦斯，走到巷口忘了自己要去哪里。家人带他去检查，结果发现他的血液中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再追问饮食习惯，原来张伯伯退休后最大的兴趣就是每周去南门市场买一大块看起来雪白漂亮的鳕鱼切片，回家煎得香喷喷。他觉得鳕鱼便宜又营养，没想到吃了5年，吃出了一身病。您可能会说，鱼不就是鱼吗？从小吃到大，怎么会出问题？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年轻的时候，您的肝脏强壮，肾脏有力，吃进去的毒素能够快速代谢排出。但是过了60岁以后，身体就像一台老旧的车子，过滤系统开始失灵，毒素一进去就出不来。同样一条鱼，20岁的人吃了没事，60岁的人吃了，可能就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可怕的是，现在的海洋环境跟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了。全球工业排放、塑胶微粒、农药流入、核污染水排放，整个海洋已经变成一锅越来越浓的化学汤。鱼类就生活在这锅汤里面，它们吃什么，您就吃什么。所以2026年的今天，我们吃鱼这件事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待了。肾脏科洪永祥医师最近就分享过另一个真实案例，一位64岁的李先生，平时身体硬朗，几乎天天吃海鲜。他觉得海鲜蛋白质高，脂肪低，是养生的好食物。结果有一次例行健检，肌酸酐清除率竟然掉到了中度慢性肾病的范围，尿液中的重金属砷浓度超过正常值的6倍。您能想象吗？一个自认为很健康的长辈，居然就这样被海鲜给吃坏了肾。医师说，重金属最麻烦的地方就在于，它一旦进入身体，几乎无法被代谢排出，它会慢慢蓄积在肾小管和肾丝球里面，造成慢性受损。等到您发现脚水肿、夜尿、疲倦的时候，肾脏可能已经受伤大半了。这种伤害是不可逆的，洗肾、换肾、终身依赖药物，这些可怕的后果往往都是从一条看似无害的鱼开始的。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有哪4种鱼是60岁以后绝对不能多吃的呢？又有哪4种鱼反而是长寿的密码，能让您越吃越年轻呢？接下来我会一条一条把这背后的真相全部告诉您。我们先从最危险的第一种说起。第一种千万要小心的鱼叫做鱿鱼。听到这个名字，您可能会说，奶奶，我没听过啊，我家从来没买过鱿鱼。但是我告诉您，您可能已经吃了几十年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鱿鱼在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市场上常常被冒名顶替，挂着鳕鱼的牌子在卖。刚才提到的张伯伯吃的就是这种冒牌鳕鱼。具体一点说，您在卖场看到的所谓圆鳕、龙鳕、扁鳕，特别是那种切片冷冻包装、价格相对便宜的鳕鱼切片，10有8九根本就不是真正的鳕鱼，而是鱿鱼。真正的鳕鱼因为过度捕捞，现在已经接近濒危，价格高得吓人。一片巴掌大的真鳕鱼可以卖到300-400元台币。市场上绝大多数的所谓鳕鱼，学名其实叫做异鳞蛇青或吉鳞蛇青。怎么分辨？真鳕鱼切片偏薄，肉质呈雪白色，煎完之后肉片会自然剥离成蒜瓣状。鱿鱼则切片偏厚，有明显的中央红线，煎完之后质地油亮，像鸭肉，口感粗糙。为什么鱿鱼这么可怕？因为这种鱼的身体里有高达 20% 的脂肪含量，但是这些所谓的油根本不是油，而是一种叫做蜡质的东西。蜡质这个东西，人体没有酵素可以分解，它进到肚子里面，身体没办法吸收，只能想办法把它排出去。问题是怎么排呢？年轻人肠道功能好，可能只是拉1-2次肚子就过去了，但是60岁以上的长辈，肠道蠕动本来就慢，蜡质堆积在直肠里面，就会发生最尴尬也最危险的情况。许多长辈吃了鱿鱼之后，30分钟到36小时之内，
会开始出现腹绞痛、恶心、呕吐，然后就是那种完全控制不住，从肛门不断渗出黄色或橙色油状液体的腹泻。这对年轻人来说只是难堪，对长辈来说却是真正的危险。为什么？因为这种剧烈腹泻会造成严重脱水，而长辈本来就对脱水的耐受度很低，一旦电解质失衡，可能引发心律不整、低血压、急性肾损伤，甚至中风。我听过好几个案例，老人家吃了一片所谓的鳕鱼之后，半夜起来上厕所，结果在浴室里头晕跌倒，髋骨骨折，从此再也站不起来。台湾每年因为髋骨骨折卧床的长辈，1年内死亡率高达20%以上，这个数字比某些癌症还要可怕。更可怕的是，日本和意大利这2个国家早就明令禁止进口和贩售鱿鱼，澳洲、纽西兰、英国、美国都发出过食用警告，但是在我们华人地区，因为它便宜、肉质滑嫩、外观像鳕鱼，至今还在大量流通。所以60岁以后买鳕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标示，看不到清楚的品种和产地，宁可不买。记住一个简单原则，价格便宜得不合理的鳕鱼切片，几乎可以100%断定就是鱿鱼。第二种千万要小心的鱼，就是大型掠食性的深海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旗鱼、鲨鱼、尾鱼、马头鱼这一类。这些鱼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处在海洋食物链的最顶端，寿命又长，可以活到20-30年甚至更久。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它们吃了无数的小鱼，而每一条小鱼体内的甲基汞全部都浓缩到它们身上。卫生福利部食药署早在2017年就发布过鱼类摄取指南，明确点名旗鱼、尾鱼、鱿鱼、鲨鱼这4种大型鱼，建议孕妇和幼儿避免食用。但是这个指南没有特别提到一个族群，那就是60岁以上的长辈。为什么长辈也应该避免？因为甲基汞对神经系统的伤害不只是对发育中的小孩有害，对退化中的老年大脑更是雪上加霜。研究已经证实，长期高甲基汞暴露会加速大脑海马回的萎缩，这个区域正是掌管记忆力的关键。也就是说，您爱吃这些大鱼，可能就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推向失智症的深渊。台北荣民总医院的职业医学部更曾经提醒，鱼类部位中含汞量的排名，从高到低依序是鱼头、鱼皮、鱼肉、鱼卵。长辈特别爱喝鱼头汤，觉得补脑补肾，但其实您喝下去的可能是整条鱼毒素最浓缩的部分。更要注意的是，台湾有一个很普遍的习惯，就是去日式料理店吃鲔鱼生鱼片、鲔鱼握寿司、鲔鱼下巴烧。一片标准厚度的鲔鱼生鱼片大约12公克。营养师黄翠华曾经提醒，一般成人若食用2片生鱼片，很可能就超过每星期摄取65公克以内的建议值。对于肝肾功能已经退化的长辈来说，这个门槛还要更低。换句话说，您去日本料理店点一份鲔鱼握寿司6罐，已经超标了。2025年初的一项国际研究更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尽管全球都在减少汞排放，但是过去50年来，鲔鱼体内的汞含量几乎没有任何下降。换句话说，就算现在开始减排，海洋里面累积的汞至少还要几十年才能慢慢消化。所以对于长辈来说，这几十年您都得小心。建议的做法是，旗鱼、鲨鱼、鱿鱼这3种最好直接戒掉鲔鱼生鱼片，1周最多2片就好，千万别把它当成日常蛋白质来源。台湾很多长辈爱吃的旗鱼黑轮、旗鱼松、旗鱼丸，虽然加工过后分量分散，但是长期食用累积下来，汞摄取量同样惊人。第3种要小心的鱼，是传统华人最爱，家家户户冰箱里都可能有的咸鱼、熏鱼、鱼干这一类加工鱼产品。您可能会说，奶奶，您别开玩笑了，我们阿公阿嬷从小吃到大，咸鱼配稀饭不知道吃了多少顿，怎么会有问题？问题真的非常大。世界卫生组织下面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早在2012年就把中式咸鱼正式列为第1级致癌物。注意，第1级致癌物是什么概念？跟香烟、槟榔、
石棉是同一个等级。换句话说，您天天吃咸鱼跟天天抽烟对身体的伤害是同一个量级的。为什么咸鱼这么可怕？因为它的腌制过程会产生大量的亚硝胺类化合物，这些亚硝胺进到人体之后，会直接损伤鼻咽部、食道、胃部的细胞遗传物质。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广东地区之所以鼻咽癌发病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正是因为当地传统饮食中的咸鱼消费量惊人。研究还显示，从小就开始吃咸鱼的孩子，成年后罹患鼻咽癌的风险是不吃咸鱼的人的7倍。不只是咸鱼，所有的腌制、烟熏、长时间风干的鱼产品，都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不同程度的亚硝胺含多环芳香烃，包括港式腊鱼、潮汕的鱼露发酵制品、北方的腌制飞鱼、四川的腌鱼等等。这些东西年轻人偶尔吃一顿没关系，60岁以后，请您把它从日常餐桌上请出去。为什么？因为长辈的胃黏膜屏障已经弱化，胃酸分泌减少，亚硝胺更容易在胃里面停留、转化、渗透。同样的分量，对长辈的伤害是对年轻人的数倍。特别要提醒一件事，很多长辈节俭惯了，舍不得扔东西，一条咸鱼买回来要分好几餐慢慢吃，1周、2周，甚至1个月都还在冰箱里，这就更糟糕了。因为咸鱼在保存过程中，亚硝胺含量会持续增加，特别是在反复冷藏冷冻、室温放置的过程中，所以与其少量多次慢慢吃，不如直接放弃这个习惯，改吃新鲜的鱼。如果真的很想念那个味道，建议改吃日式一夜干，因为日式一夜干只是轻度研制，风干1晚就冷藏，并没有经过长时间的腌制发酵，亚硝胺含量远低于中式咸鱼。第4种要小心的鱼比较特别，它不是某一种鱼，而是一种烹调方式造成的伤害，就是油炸、烧烤到焦黑、反复高温加热的鱼。您可能会想，奶奶，这只是料理方式啊，跟鱼本身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同样一条好鱼，用对方法吃就是补品，用错方法吃就是慢性毒药。当鱼肉用超过摄氏200度的高温油炸、烧烤的时候，鱼肉中的蛋白质和氨基酸会产生一种叫做杂环胺的物质。杂环胺已经被多项研究证实，与大肠癌、胃癌、乳癌的发生有显著的相关性。同时，鱼皮、鱼油在高温下会产生多环芳香烃，这也是一种强致癌物。烤焦的部分，特别是发黑、焦脆的地方，多环芳香烃的含量可以比正常部位高出数十倍。更糟糕的是，夜市里很常见的反复使用回锅油炸鱼，那一锅油可能用了一整天甚至1周，里面累积了大量的氧化油脂、自由基、反式脂肪。长辈偶尔吃一片炸鱼排当点心，看似无伤大雅，但是这些氧化物质会直接攻击您的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让本来就已经狭窄的血管雪上加霜，心肌梗塞、脑中风、颈动脉狭窄，这些可怕的疾病往往都是这些日常小习惯累积出来的。我尤其要提醒一点，台湾很多长辈有早餐去市场买炸鱼块配粥的习惯，也有很多人喜欢夜市的烤鱼、盐烤鱼配啤酒。这些东西吃个几次没什么，但是如果每周都吃个2-3次，连续吃个10几20年，等于是用慢火在煮自己的血管和细胞。那么正确的烹调方式是什么？答案非常简单，就是清蒸、水煮、低温炖煮。研究显示，鱼的好油脂在清蒸的情况下几乎可以100%保留，水煮的时候 DHA 和 EPA 大约会流失 20%， 但是一旦进入油炸这个层级， DHA 和 EPA 的损失可以达到 50% 以上。也就是说，您本来想借着吃鱼补脑护心，结果用错了方法，把营养全部炸没了，还反而吃进一堆致癌物。所以从今天开始，家里的鱼能蒸就蒸，能煮就煮，尽量少煎、少炸、少烤。好，讲完了4种千万要小心的鱼，接下来才是真正的好消息。您可能会觉得，奶奶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我还能吃什么？放心，接下来这4种鱼
才是真正属于60岁以上长辈的长寿密码。日本之所以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女性平均寿命超过87岁，秘密就藏在他们餐桌上每周至少出现2-3次的这几种鱼当中。第一种长寿鱼，也是 CP 值最高的一种，叫做青鱼。青鱼在台湾非常常见，宜兰、南方澳每年9月到11月是盛产季，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一条品质很好的青鱼切片，市价往往只要几十块钱台币，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却是顶级的。为什么青鱼这么神？因为每100克的青鱼 DHA 含量可以高达3200毫克，这个数字在所有可食用鱼类当中名列前茅。DHA 是什么？它是构成脑细胞含视网膜的核心脂肪酸，能够活化神经传导，增强记忆力。许多大型研究都已经证实，长期补充 DHA 可以降低阿兹海默症含失智症的发病风险。对60岁以上的长辈来说，青鱼还有另一个关键价值，就是 EPA。EPA 是心血管的保镖，它能降低血液粘稠度，改善三酸甘油酯，预防动脉粥样硬化。一周吃2次青鱼，等于是给您的脑和心都加了一层保护罩。而且青鱼属于中小型青背鱼，重金属累积量远远低于旗鱼、尾鱼这些大鱼，安全性非常高。烹调方式也很简单，撒一点盐，烤箱用摄氏150度低温烤10分钟，或者盐烤、味噌、煮、清蒸都很好吃。中医观点认为，青鱼还能暖胃、补气血，对于胃寒、体虚的长辈特别合适。第二种长寿鱼是沙丁鱼。沙丁鱼体型小，寿命短，几乎没有重金属累积的问题。重点是，因为沙丁鱼通常是连骨头一起吃，所以您可以同时补充到大量的钙质和维生素 D。对于60岁以后的长辈来说，骨质疏松和肌少症是2大隐形杀手。国民健康署的资料显示，65岁以上长辈有衰弱状态的比率会随着年龄显著上升。这些长辈更容易因为肌力、平衡感及体力变差而跌倒。每年因为跌倒、骨折而卧床、失能甚至死亡的长辈数量远远超过您的想象。沙丁鱼正好可以一次解决这2个问题。它的钙含量是普通鱼的好几倍，蛋白质又是优质的完整蛋白，加上 Omega-3 的抗发炎作用，可以说是长辈的万灵丹。很多人不敢吃沙丁鱼，觉得味道太腥。其实罐头装的橄榄油质沙丁鱼或者番茄酱沙丁鱼罐头都是很方便的选择，搭配吐司、配饭、做沙拉都行。1周2到3次是相当理想的频率。建议您可以买几罐沙丁鱼罐头，放在家里的常备柜，当做早餐快速补充蛋白质的好帮手。第3种长寿鱼是秋刀鱼。秋刀鱼一样是青背鱼的代表，每年秋天进入产季，价格也非常亲民，它的 DHA 和 EPA 含量都很高，仅次于青鱼。秋刀鱼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是长辈特别容易缺乏的营养素，因为随着年龄增长，胃酸分泌减少， B12 的吸收效率会大幅下降。一旦 B12 缺乏，会引起恶性贫血、神经病变、认知功能下降，甚至被误诊为失智症。我看过不少案例，明明是 B12 缺乏的可逆性失智，却被当成阿兹海默症在治疗，多么可惜。每周吃1-2条盐，烤秋刀鱼，配上一点柠檬汁，不只是享受美味，更是在为自己的神经系统补货。要注意的是，秋刀鱼的内脏虽然有人觉得是精华，但是内脏也是重金属累积的部位，建议长辈们吃秋刀鱼的时候，内脏可以避开，只吃鱼肉就好。另外，秋刀鱼的细刺很多，年纪大牙口不好的长辈，建议烤熟后仔细挑刺，或者选择已经去骨的秋刀鱼产品，避免吃鱼时被鱼刺梗到。第4种长寿鱼是鲑鱼。鲑鱼属于中型鱼，按照2个手掌可以环抱的标准来算，它还算安全。国内的研究也发现，市售鲑鱼的重金属含量并不高，可以作为补充 Omega-3 的优质来源。鲑鱼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就是它富含虾红素。虾红素是目前已知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数百倍，
对于60岁以后身体不断产生氧化压力的长辈来说，这简直是天赐的礼物。虾红素可以保护眼睛黄斑部，减缓皮肤老化，改善心血管功能，还有研究显示它对运动后的肌肉恢复也有帮助。对于常常感觉体力不济、眼睛容易疲劳、皮肤松弛无光的长辈，鲑鱼应该是每周都要出现的桌上佳肴。不过鲑鱼要注意产地，挪威养殖鲑鱼、智利养殖鲑鱼、阿拉斯加野生鲑鱼，价格差距很大，污染风险也不一样。尽量选择有明确产地标示、产销履历的鲑鱼，避免来路不明的廉价鲑鱼切片。烹调上建议低温烤箱或者煎到3分熟，可以保留最多的 Omega-3 和虾红素。如果是生鲑鱼，建议买回家后先冷冻3天以上，可以杀死可能存在的寄生虫，再退冰、生食或快煎。朋友们，看到这里，您是不是对60岁以后怎么吃鱼已经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认知？其实道理很简单，年轻的时候我们追求的是吃得饱、吃得开心，但是过了60岁以后，吃的每一口都应该是在为自己的下半生投资。一条鱼的选择，可能就是10年好健康和10年卧床的分水岭。最后，我想再多分享几个吃鱼的小撇步。第一，不要长期只吃同一种鱼，要轮替食用，分散风险。第二，吃鱼的分量，掌心大小就是1份，60岁以后每餐1到2份就足够。第三，吃鱼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蔬果，例如花椰菜、奇异果、柑橘类，可以帮助身体把累积的重金属代谢出去。第四，多喝水、多运动、多流汗，这3件事是天然的排毒方式。台安医院心脏内科林卫文主任曾经说过，长寿的真正定义不只是活得长，更重要的是健康余命，也就是不卧床、不需要被看护的时间。日本宫崎县的平均寿命虽然不是全国第一，但是因为当地人爱吃青鱼，健康余命却高居全国第3。这个事实告诉我们，选对鱼比吃得多更重要。从今天开始，请您把家里冰箱里的咸鱼、熏鱼、来路不明的鳕鱼切片清理一下。下次去市场，把青鱼、沙丁鱼、秋刀鱼、鲑鱼轮流放进您的购物篮，1周2到3次，清蒸或盐烤，不要油炸，不要烧焦。更重要的是，记得吃鱼的时候搭配一些深绿色蔬菜，帮助肝肾排毒，多喝水，多运动，保持肠道畅通。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习惯，累积起来，就是您60岁、70岁、80岁依然腰杆挺直、头脑清晰的真正秘密。身体是自己的，健康是吃出来的。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说，与其等到生病了再花钱治疗，不如现在就从每一餐开始做对选择。一条鱼的价钱可能只有几十块，但是它带来的影响可能是您下半辈子几百万的医疗费，或者是您和家人共度的无数个健康的日子。差别就在这一念之间。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帮到您和您家中的长辈。如果您觉得有用，记得分享给身边爱吃鱼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吃对鱼，活得久，活得好。